我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一位婚庆主持人。他呢是一位老师，他爸妈很反对我们在一起。我呢用真诚感动他们，我们结婚了。在结婚过后，就发现我们彼此当中产生一些很多问题，有一些误会，导致我们离婚了。现在想来确实很后悔，我错了，我也爱你，你可以原谅我吗？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阿牛的这个说话的对象是他的前妻，今天我们也把他的前妻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现场，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女主人公，掌声有请。红霞29岁，来自重庆，是一位音乐教师。咱们来有请红霞老师，来有请。离婚了，孩子几岁？孩子3岁半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女孩。离婚是说一次误会，对吧？对。什么样的误会呢？那天我陪女儿到游乐场去玩，完了一天回到家。我们都很累了，一进屋就看到他躺在沙发上，然后我就说，今天陪女儿玩得很累了，你去给我们煮一顿饭呢。然后他就吼吼，要是你自己煮去。他躺在这沙发上，我就轻轻地拉他，没想到他这样一推，把我推到这地面上，我以为他会来拉我。他能用脚，他不但没有拉我，做饭那种不但，你听我说完好不好？我在那里，我以为他来拉我，没有拉我，坐在地上好几分钟才慢慢起来，然后我心里是一股气就来了。就为这事儿就离婚啊？不至于。没有，他都回学校去了，带着女儿。过2天过后，我都发觉我呢有人过分吧，到学校去。跟他道歉，进他的那个宿舍门口，都听到那里面就是有说有笑。我告诉你，有说有笑。那是我们学校在个活动，我在门缝里看到你们那是打情骂俏。我们把这个活动方案已经商量好了过后，当时心里确实是我们笑得觉得很急。我们这样商量好了，心里高兴就随便开了一句玩笑。看到自己心爱的老婆跟人家勾勾搭搭的那种感觉。我告诉你，现在和以前我都是这样说，我和这位老师没有什么。我说的当时的心情，我们是同事关系，好不好？你听他说完好吧。我说的当时的心情，看到你跟那个男老师勾勾搭搭，你说你作为男人，谁不那种气氛是不是？上去我都跟那个男老师说了2句，蹭了2句，我就给他推了一下，他认为我们要打架，他都来阻拦我，然后就这样，我看到了那种情景，我都很气愤，都给他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离的婚呢？第2天。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第2天就离婚了。他当时说一个男人的自尊受到伤害了，我不容忍我的女人有这样的行为，反正就是认为我外面已经有男人了，我心里面因此离的婚是吧？他已经不相信我了，平常也是那样子的。您今天是来想跟前妻复婚的是吧？对。您不想跟他复婚是吧？是。我看资料上面说你们俩结婚的时候，你的家里人特别反对啊，你们是冲破了重重阻力之后才走在一起的呀？是的，那时候因为我们很相爱，然后我们就告诉彼此的父母，父母听到他是工作又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还有他比我的年龄要大好几岁，坚决的反对那事。他给我爸妈下跪，还要喝血酒。还要干嘛？还喝血酒。血酒。当时和几个哥们儿在外面吃饭，也喝了点酒，酒后壮胆嘛那种感觉，我都跑到他的家里去，都跟他爸爸下跪说，求你把女儿交给我，我会对你的女儿好的。说的呢，我看到那个什么茶几上有那个水果刀。我顺手拿过来，完了我说来让你见证一下我对你女儿的真诚，就这样。你既然都这么爱她了，为什么娶回家之后你不相信她呢？就可能太爱她了吧。好，我不认为这是爱。你如果认为这就是一种爱，我觉得我受不了，我真的。你知道这爱情都是自私的，好不好？你不能自私到什么事情都怀疑别人吧，都认为是别人的错吧。你不要制造让我怀疑的情节的，接到电话都远离我那种接电话。我偶尔看到一些不是那样子的，我只要有电话一来，你比我还紧张一些。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就把耳朵凑到我的旁边来听，是男的还是女的？阿牛是这样吗？没有。为什么？
担心他的。我们俩已经到了，真的他一点都不信任我，我对他从来没这样的要求。你是觉得不跟他复婚就是他太怀疑你了是吧？让我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没有自己的朋友了。好，阿牛为什么一定还要跟他在一起呢？想到以前真的很快乐，当时脑袋发热啊，现在想起确实很后悔。财产怎么分的？房子给我，房子女儿都给他，你净身出户了？净身。你跟他离婚多久之后开始后悔想复婚的？在今年的6月份吧，我就对他想那种深深的那种歉意，跟他说一声。到他们学校等啊，你到我们学校来，经常来，我们同事已经知道我们离婚了，你经常到我们学校来找我，这算什么呀？你让我在同事面前怎么做人啊？也不是。你心里真的对他一点那种感觉都没了吗？以前我就是很在乎他，所以我一次一次又是委屈，直到他那么强硬的要和我离婚那一刻开始，不想见到他了。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每个人也有冲动的时候，所以说请你理解。那你冲动你自己该受惩罚吧。日思夜想，想着女儿，想着你们，那这就是对我的惩罚，行吧？事儿我们就听这些哈。这个婚姻到底还有希望吗？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我觉得你们这个复婚的可能性非常微乎其微，我觉得很悬，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你当初那样伤害他，而且你知道吗？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信任，你动摇了那个信任的基石，并且到现在为止，不是伤害，那是只是误会而已。可是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里，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改观。你仍然说，如果你不表现出那样，我能不信任你吗？如果你不怎么样，不跟人家发短信，不跟人家聊 QQ， 我能不信任你吗？你现在还是不信任他，怎么敢跟你继续过？我没有，我只是说刚才说的提起以前的事在说以前的事呢。你没有正正的放低身段，然后来承认错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一句着不得话都不会说，我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都不说，我就不停的对不起。王老师就说，今天在这个现场你没有表达出足够的一个真心。对，我想真的跟你复婚的这种真心。于老师。我这边有3点。第一点，支持复婚。离婚主要还是源于你们刚才说的最多那是这种误会。我觉得这样的话非常的遗憾，因为毕竟你们还有曾经好的一方面，所以冲动式的离婚应该是最好还是复婚的，我支持。第二呢就是不支持。如果女方红霞认为说，除了这次冲动之外，她的大男子主义，还有她的很多生活习惯，我实在是忍受不了，那这个我叫不支持复婚。所以到底你们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请你们仔细去思考，是冲动性的，还是用长期习惯性的不融合，还是因为孩子而复婚？即便是负气，现在复婚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很显然红霞没有消气。如果说你想复婚，你需要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用你的那些实际行动和一点一滴重新建立他对你的那份好感，并且千万不要拿孩子出来说事儿。一个生活在父母都在但是整天争吵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还不如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快乐的单亲家庭。阿牛当初喝血酒的时候肯定有过豪言壮语吧？再说一遍。爸，请相信我，我一定会一辈子爱护他，疼他。有些男人没有承诺，但这一辈子对自己的妻子呵护有加。但有些男人纵有豪言壮语，也轻如鸿毛，风闻不止，因为他们光说不练，嘴把式。一个婚庆主持人主持过成百上千次的婚礼，每次在别人一生当中最庄严的时刻去监督别人完成爱的箴言，但自己在生活当中却每次都忘却自己当初的豪言壮语。当初对他们的父母说我会好好对他，但是却一脚把人踢在床下，而且不去扶别人。结婚的时候说无论健康、贫穷与痛苦，我都娶她为妻，终身相伴，但是出了误会之后3天就立马离婚，头都不回。所以这样的人的话你能信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今天到现场要求复婚这个行为是不是又跟当年喝血酒一样？对，这是没有用的，不值钱，很不值钱。你做的唯一的像男人的一件事就是净身出户，这还算得像男人。真正能够在生活当中付诸于行动，付诸于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的去下承诺。所以我的观点和2位老师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至少现在是绝对不能复婚。你伤得起1次，伤不起2次。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阿牛能够继续履行自己准丈夫的职责，对于你对于孩子都细心起来，扛起家庭的责任，
同时不要形而上之，更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打拼自己的这个家。那我认为你还可以有考虑的空间。就是因为当时父母这么反对，我自己觉得自己选择的路就一定要坚定不摇地走下去，不是非不得已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我知道是我的过错，在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询问观众，没什么说的，我们真的不会走到一起的。孩子我会看好。阿牛啊，这点你放心。你想想老师们的话哈，其实对这个复婚我个人也不太看好，离的时间太短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而离呢，就两个人都没想明白呢。我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不是看得更准，亲人有一些什么态度。我们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今天是红霞的妈妈来了是吧？他们一直耍起我都不得同意，他现在一看嘛，原来我女儿啊，他不听，我说你耍起不要后悔哟，你到时候后悔再说你我不管喽，结果还是后悔了。那他们要复婚的话，您同意吗？我坚决不同意嘛。我一直耍起我都不同意啊。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同意过这件事儿，对吧？阿牛，你心里是不是还真有他？对。拿时间去化吧，就别急。你心里确实一点都没他了，对吧？没有了。嫂子，你就原谅我哥哥吧。原谅你哥哥，我和哥哥吵架的时候，离婚之前你怎么不劝你哥哥？你哥哥的性格你不知道啊。哥哥走了，他这样对你。你坐着好不好？你看嘛，他这样对你，你还在这里说什么嘛？这是我的事儿好不好？对，这一家人很冲动。坐着妹妹。对，你最好听你妹妹的，回家去。红霞，我有一个问题问你，现在有新的对象了吗？没有。那其实阿牛还有机会，不过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办法就是3个字儿：重新追。妹妹，你为什么会说一句话就要拽着哥哥走呢？你看嘛，他们这样对他们俩他们兄妹俩的性格就一样。你会觉得哥哥没面子是吗？是啊。爸爸妈妈对他们俩离婚是怎么说的？还不是很生气。好，明白了，谢谢哈。那我想问一下红霞一个问题，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没有问题吗？因为我本来也是一片好心，只是这性格有点急，就说话有点多，他就嫌我唠叨。就这一点吗？我认为是这样子。我真觉得，如果他们俩现在是离婚10年，我们再说10年前的事儿，今天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恰恰离婚半年吧，半年稍微多一点，红霞可能还在生活里没有经历其他的事情和摔打，所以今天才是这样一种状态，还活在一个气氛当中。所以阿妞，我倒觉得不要急，如果你是真心的哈，这事儿还有缓。下面的时间还是留给你们曾经的这对夫妻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红霞，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千言万语只能给一句话，原谅我，我也会好好的对你呵护你，爱你。有首歌送给你，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还会在心门之外？亲爱的红霞，对不起哈，原谅我好吗？你不要过了好不好？不要过。红霞，我爱你。不要那样子。其实，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也过得挺苦的。特别是孩子在我面前叫起爸爸的时候，心里面挺酸的。看到别人有幸福的家，就想，如果他是没你那的冲动，没你那么多误会，我们现在也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可是你不是以前的人，阿牛了，你变了，你不会对我好的。给我气气，不要这样。
说不定。我真的会改。复不复婚其实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有一个人你们一定要对他好哈。你们俩看一下，来看一下女儿的照片吧。在你们做选择之前，再看一下这孩子哈。如果仅仅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也许对于这段婚姻还有可以挽救的余地。如果真的是婚姻的生活有太多的不能包容彼此和对方的，那就都珍重吧。看到孩子的照片啊，你又潸然泪下哈。一切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决定和选择。红霞也想一想吧。两位请回吧。阿妞，回去吧。来，请关门。因为相爱，所以我们不顾家人的阻挠走在了一起。因为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我们最后的分手。在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男人的眼泪，看到了女人的眼泪，我们还看到了观众的眼泪。接下来我们一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觉得这对夫妻复婚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来，请选择。现场有33.36%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订婚，从今天开始走上复婚之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5、4、3、2、1，请开。总是爱你爱你，不弃不离，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只爱你爱你。来吧，红霞，这代表给个机会是吧？在那里我也犹豫，自己一个人真的生活还是真的挺难的。看到女儿那么可爱，爸爸没有在身边，所以我再一次赌一赌，就算你给他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这一次一定要珍惜。虽然我们都不看好，可是红霞最后还是留下了，证明心里还是有你。那就把以前的事儿全部改掉，减少形式感的东西，从一点一滴，从那些小事儿开始做起。也许他喜欢的恰恰就是他这个形式主义呢，谁知道呢？嗨，爱情这东西。来，小朋友来，带上吧。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哈，感谢金立智能手机eLife系列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这个订婚礼物哈。怎么了？您这个同意吗？同意。你们这母女俩真行。为孩子。妈妈恨是说你怎么能跟我女儿离婚呢？恨在这儿，复婚不恨哈。好。为了孩子嘛，还在家嘛。阿妞好好回家吧，为了孩子好好生活吧。我回去，祝幸福哈。请回，请回。